这是帝国从事非法交易的暴徒，另一个是离家出走组织的老大，两者的对决正式展开。实力强大的任多俊占据了上风，可他的手臂却不知何时受伤。在把任多俊交到上帝手中之前，加百利亚要先把其血液放干。见此，任多俊只是平静着，那趁早把所有手段用出来。虽然任多俊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，但加百利亚明白他摆脱不了既定的命运，因为站在任多俊面前的是受到启示的使徒。加百利亚来自地狱般的国度，那里尸横遍野，不干掉别人就会被别人干掉。祖母把他卖给了别人，买下他的主人天天对他施展暴力。如果不相信神的存在，加百利亚根本没法活下去。就在那时，上帝赐予他启示，你的使命是从地狱里救出可怜的羔羊。加百利亚已经救赎过数不清的羔羊，任多俊能遇见他，这也是被救赎的命运。新一轮的交锋再次展开。任多俊仅用皮带就化解了军刀的攻势，现在看来是换成他救赎加百利亚了。然而加百利亚却让任多俊不要自以为是，因为他打趴下的并不是所有人。加百利亚派去旅店的善后组才是民官派最危险的人物，他们都是来自外国的专家，但这种程度的小事任多俊完全不担心。那时白道仙听说任多俊要去对付黑帮后，他知道自己拦不住任多俊，因此他让任多俊放手去干吧。至于旅店，有他白道仙守着。面对不速之客，他冷冷道：“旅店客满了，赶紧滚蛋吧！”不屑的语气立刻激怒了善后组的人。虽然加百利亚说自己来自地狱，但多俊组织当中也有一个同样来自地狱的家伙。白道仙一拳便将冲上来的家伙打趴下。这些所谓的专家看样子应该干掉过不少人，白道仙很好奇他们干掉过多少呢？加起来会有我一半多吗？白道谦的爸爸曾是自卸货车司机，父子俩从小相依为命。虽然没有妈妈，但白道谦依然感到很幸福。直到爸爸肇事逃逸之前，他把白道谦送上了偷渡的船只。就这样，白道谦在很小的时候就流落异国他乡。在那片充满危险的地方，白道谦原本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被别人干掉。如果他没有遇到那个男人的话，善后组的其他3人没想到大哥竟然被一拳打倒了。他们不由得怀疑，这家伙真的还只是学生吗？现在的孩子都长得太快了，3人这就要把对方的腿打断。熟悉的场景令白道谦回想起从前。不过那个男人教他的打架本事毋庸置疑，全靠那个男人白道谦才能在那片地狱中生存下来。在他生活过的地方，善后组这种水平的货色，他连正眼都不会瞧一下，那些垃圾也不会知道白道谦是带着怎样的觉悟回归的。接下来只需处理这昏死过去的几个垃圾就好了。绿金大厦内的战斗还在继续，加百利亚劝任多俊还是乖乖投降吧，再这样下去上帝会发怒的。同样的招数用2次就不管用了。任多俊用来格挡的皮带被侧斩切断，血液顺着他的手臂流在了地上。任多俊选择后退拉扯战术，加百利亚果断乘胜追击，极快的挥刀速度使任多俊防御的很艰难。眼看加百利亚的终结一击就要落下，可他却突然脚底一滑，罪魁祸首正是地上的血液。加百利亚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对方后退是在故意引导他的站位。任多俊迅速拽紧手中的皮带，他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送加百利亚回到上帝身边。最终还是任多俊赢了。不过战斗还没有结束，还有一个敌人没有解决。李明官无奈下面的人拿了钱不认真干活啊，他没想到任多俊这只害虫能爬到这来。不过来到这的家伙最后都会被吃掉。李明官在这方面可是专家，他在这栋废弃建筑扎根之后，是从底层开始一步步建立组织的。李明官干尽了脏活累活，好不容易才开垦出只属于自己的巨型花园。一主毁掉他花园的害虫只能被吃掉。就在这时，任多俊注意到了脚下的创可田，这正是昨天晚上他给那个女孩的。李明官戏谑道：“那个女孩可受了不少罪，她就在3楼休息室，有本事就来拿啊！”李明官可不像手下一样软弱无能，可随着任多俊猛地一脚踹出，他当即倒飞而出，狠狠砸烂了心爱的绿植。任多俊不想跟这种人多说一句话，因为李明官一开口，他就能闻到一股恶臭味。拿着钥匙的任多俊刚想去3楼休息室，手机却显示有个未知号码打了进来。那天任多俊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，可是令申雨成很失望呢。他很好奇任多俊一伙人离开江南去哪儿了，见不到申雨成对任多俊来说也很遗憾，毕竟让他多活1天都不是好事。这时申雨成表示自己在韩吉家族原来的基地，他戏谑道：“你们之前住的地方好窄啊，难怪关系那么好。你如果想再见到我，就要抓紧时间了，过段时间我可就要离开这里了。”原来现在的海光正在做一笔大生意，干完这一单，申雨成就能把事业扩张到海外了。他挑衅似的让任多俊想复仇就赶快回来吧。任多俊告诉申雨成：“你离开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被我亲手干掉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”被挂断电话的申雨成不由得笑了起来，他看韩吉真是养了个有趣的东西啊。第2天，多俊组织的弟弟们傻眼了，因为任多俊说以后这里就是他们的家。昨天晚上，任多俊在3楼救出了被关起来的女孩们，事情虽然成功解决了，但白道谦担心一件事，因为民官派的家伙闯进旅店，老板觉得害怕，都不让多俊组织的人住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弟兄们就要没地方睡了。关于这件事，任多俊让白道谦不用担心，
因为玉金大厦的主人早就消失了，明官派也是擅自占用了这个地盘。刚才任多俊就拿明官派的假账簿威胁李明官，是要去蹲大牢，还是闭上嘴巴带人滚出这里？就此多俊组织的兄弟们在江贝有家了。白道仙在得知申雨城不久后会去海外，就意识到现在必须要用更快的速度扩大势力。他问任多俊听说过江贝四燕吗？这伙人就是实际上掌控江贝地区的4大组织，江南掌控在海光手里，而江贝掌握在四燕手中。如果能让四燕站在多俊组织这边，那他们就能拥有跟海光不相上下的势力。想联系上四燕，需参加各自组织老大聚在一起开的交流会。目前多俊组织还没资格收到邀请参加交流会，白道仙打算集中精力，先慢慢扩大势力，获取资格。而任多俊却决定直接闯进交流会。不久后，江贝四燕在马场街召开交流会，四燕分别为蒲武烈、黄石阳、金元彬、罗成禄，他们聚在一起，用名下的商铺作为筹码赌博。蒲武烈眼看自己的牌就要输了，于是便立刻用一旁的服务员把牌桌砸烂。黄石阳对他这种下三滥手段十分不满，眼看二人剑拔弩张就要动手，不远处的大门却爆射而来，将蒲武烈轰飞。任多俊十分抱歉，他看门锁上了才踹的。同时他也很好奇，你们就是江贝四燕吗？几个小时前，白道谦还在说，如果草率行动可能会坏事，还是先花时间计划怎么接触江贝四燕为好。但任多俊清楚，申雨城马上就要去海外了，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。对此，白道谦无法反驳，不过他让任多俊先答应自己一件事，在四燕齐聚的那个地方，千万不要使用暴力。此时看着眼前不妙的场面，白道谦只能无奈地挠了挠头。金元彬奇怪这两个家伙想干什么，他指挥着小弟们拿下不速之客，可他们却根本拉不动任多俊。任多俊不想在小喽啰身上浪费时间，他要找的是江贝四燕。黄石阳奇怪这人是哪个组织的，之前怎么没见过？不管怎样，金元彬要先把不速之客揍个半死再说。这时白道谦出面让对方等一下，他先是解释了一下找来这里的原因，在听到海光这个名字后，江贝四燕皆是严肃起来。白道谦知道他们四燕也是为了牵制海光组建的，不如趁这次机会把海光一锅端了。但金元彬却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，他们只要像目前这样牵制海光就够了，没必要承担风险跟海光拼命。至于找上门挑衅的家伙，今天就把小命留在这里吧。白道谦就知道谈判很容易就会破裂。这时黄石阳却说对他的提议有点兴趣，正好江贝四燕这边也有一件头疼的事情。黄石阳希望任多俊跟白道谦能把一个人带到他们面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压在门下的蒲武烈猛地推开门，不过刚才的不速之客已经离开了。黄石阳已经想到了对付那两个人的办法。白道谦质问任多俊怎么还没进门就用上暴力了。任多俊有些心虚，表示那是个意外，自己不是故意的。不过最终的结果还不算糟糕，只要能找到黄石阳说的这家伙，四燕就会考虑跟他们联手。据黄石阳所说，这个人渣叫江西秀。某天他突然闯进四燕的地盘，把钱抢走了。江西秀神出鬼没，为了抓他费了四燕不少功夫。如果任多俊能在1周内把江西秀带到四燕面前，他们就会考虑一下联手的建议。但江贝区很大，这又不是郭家家，白道谦不知道要从何找起。就在这时，任多俊似乎注意到了什么，他急忙打开手机查看，肉摊旁这有个人喊着让50岁的姐姐肉卖便宜点。油嘴滑舌的他不断讨好着肉摊的大妈，看着和照片中一模一样的人。任多俊跟白道谦皆是有些震惊，买到打着肉的江西秀还在沾沾自喜，抬头却发现有2个人堵住了自己。白道谦请他跟着走一趟吧。下一秒，肉摊上的牛蹄便砸在了白道谦身上，江西秀趁机开始逃跑，他的身法非常灵活。任多俊和白道谦选择分头行动，白道谦接着追，任多俊则是绕路去堵截。江西秀的弹跳力实在惊人，10米宽的房顶距离他轻松就能越过，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类能做到的。白道谦就这样跟丢了，江西秀不屑嘲笑他们真是废物。然而绕路的任多俊已经追了上来，装肉的劣质袋子被一把撕烂，看着掉落的肉块，江西秀傻眼了。不久前金元彬问黄石阳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，毕竟江西秀那个怪物可是把黄石阳手下追查组的人全都干掉了。黄石阳坏笑道，我们可没什么损失，毕竟他们2方当中不管是哪一方被灭掉，都是替我们四燕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以上便是街头生存手册85到88话的内容。本期揭开了多俊组织的2把手白道谦的出身。从小就在异国求生的他实力强大也很正常。多俊组织果然是吞掉本土势力，有了落脚的地方，直接闯进江贝四燕的交流，看似鲁莽，实则确实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任多俊用暴力入场，展示实力才不会被看清。江贝四燕都有各自的组织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算不上好。抓到江西秀，四燕就会考虑跟多俊组织联手，也只是黄石阳个人的说法。江西秀说尽好话，只为买到打折肉的样子，看起来也不像是抢走了四燕的钱。后续3方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还不好说，明天继续更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